冲绳布满了美军基地，这里洋溢着南国风情，给很多游客的印象是碧海蓝天、潜水圣地、国际通的伴手礼购物街，还有带点美国色彩的道地食物午餐肉蛋饭团。不过，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遭到美军登陆之后，本土被投下2颗原子弹而宣布投降。成功登陆的美军在战后统治冲绳，直到1972年5月15日，长达27年，超过1/4世纪。当冲绳交还给日本时，这里已经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美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加起来占了冲绳县的8%的面积。若仅限于冲绳本岛，也就是那霸所位于的岛，美军基地与设施便占了全岛面积的15%。不少冲绳居民住在基地旁，日夜受到来往基地的飞机和直升机的噪音打扰，难以安心生活。这身日本，本次看看冲绳的美军基地。先前亲身到了日本最大也是远东最大的美军基地嘉手纳空军基地附近的瞭望台，超近距离眺望广大的基地。在推出冲绳之旅嘉手纳空军基地特辑之前，先介绍为何冲绳有那么多美军基地，并看一看有什么社会问题和改善计划。补充一点背景，美军基地在冲绳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导致大量伤亡。同盟国之一的美国与日本对抗，经过多场战役，当中包括了硫磺岛战役，美军在这场战役中击败了日本，进而登陆冲绳。之后，日本被投下原子弹之后，天皇宣布投降，日本成为战败国。这些内容观众都会在学校时学习到，其他与太平洋战争及中战后不久的历史，如有需要请自行翻看文章或资料。不过，相信不少观众都对于宏观历史很熟悉，也理解美军基地在冲绳军事国防上的意义。本影片会以冲绳县的观点来看看美军基地，进而理解美军、日本、冲绳当地居民是怎么看的。由上空看看被住宅包围的一片空地，看到有长长的跑道，便知道是一个飞机升降的地方。再看一看另一张照片，这里是极为接近市中心的福冈机场。福冈机场是太平洋战争末期由旧日本陆军新建的习田飞行场。再看回第一张的照片，那不是机场，而是遍布冲绳之一其中一个美军基地嘉手纳空军基地，有2条长3700公尺的跑道，距离那霸机场大概34公里，大约40分钟的车程。基地面积约1995公顷，比日本最大民用机场的羽田机场大了30%。另一个问题多多的美军基地，可以说是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位于本岛中部的伊叶湾市中心，与嘉手纳基地相距大约10公里。因为2个基地属于美军不同部队，所以在不远的距离会有2个美军基地。普天间也是被民宅包围着，对附近居民来说，飞机和直升机所发出的噪音会造成困扰，导致意外，构成危险。1996年上任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宣布了会将部分美军设施交还给日本，当中包括了普天间基地。但在28年后的2024年，普天间基地仍然是美军基地，没有什么大的转变。冲绳里的美军基地和其他各种设施多不胜数。看看这张出自防卫省的冲绳本土地图，橙色的范围是美军的设施，差不多遍布整个岛。刚才介绍过的嘉手纳和普天间基地在比较偏南的位置。除了基地之外，占大面积的有嘉手纳弹药库地区，有大约2658公顷。另外在名护市南方的有大型军营的汉森营区和舒瓦布营区，都是属于海军陆战队的。而位于北部的有北部训练场，面积达到3533公顷，也是海军陆战队的设施。以上各个美军专用设施共有31个，合计面积达到18483公顷，比县外所有的总和7810公顷还要多，占了全日本的70%。可以想象美军基地有多集中在冲绳。补充有关日本全国的美军基地，
例如有青森县的三泽空军基地、神奈川县的横须贺美国舰队基地、后木海军航空基地、山口县的岩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长崎县的佐世保美国舰队基地，还有东京都的横田空军基地等等。在东京都西部的横田基地占用了日本中央部的大范围领空，那就是横田空域，影响民航机的航道。由羽田机场来往台湾和香港等的航线都会受到影响。回到冲绳，不少人到冲绳本岛旅行都会使用那霸机场。这个机场原本是日本海军的小鹿飞行场，小鹿是地名，由机场乘单轨电车线到市中心时会经过小鹿站。小鹿飞行场在太平洋战争后成为美军的那霸空军基地。由于冲绳交还日本，这个基地开放一部分成为民用机场。现在虽然美军已经从那霸机场消失，但仍然是军民两用。自卫队会使用机场跑道升降，你可能会在机场里看见军用的飞机。冲绳本岛遍布美军基地的原因，与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有关。这场战争由日本突击珍珠港正式揭开序幕。在面对美军的强大兵力和尖端的科技，当中包括密码破解技术，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大势已去，甚至遭到美军登陆。1945年3月终于失守，冲绳被登陆，不过被登陆的只限冲绳。之后美军先后在九州的长崎和本州南部的广岛各投下1颗原子弹，令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没有实施已计划了的日本本土登陆行动，例如占领九州岛南部的奥林匹克行动，还有直逼东京以关东平原为目标的小王冠行动。所以冲绳在战后与本土走上完全不同的命运。补充一点，除了冲绳之外，美军还统治了部分鹿儿岛县的地方，例如奄美群岛。时间回到太平洋战争前，冲绳是日本国内唯一没有地方部队的地区，也没有正式的军事基地。当战争爆发之后，旧日本军开始在冲绳建立临时要塞，地点包括本岛的中城湾和西表岛船浮。冲绳开始被军事化。旧日本军于1943年在独谷村和伊江岛新建了空军基地，隔年在冲绳本岛建立司令部，着手新建加手纳飞行场，方便展开航空行动。为了抵抗美军登陆，旧日本军以冲绳为最后防线，并且把全岛要塞化。由1941年至45年，旧日本军征收了超过2000名地主的土地作为军事用途，面积总共1416公顷。在美军的登陆作战中，日本做激烈反抗，但都敌不过对方。结果冲绳本岛不少基础建设都被破坏，经济活动都停摆。战后冲绳被盟军占领，美军在独谷村设立琉球列岛美军政府，实质上的统治冲绳，并且由零开始重建。所谓重建，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而进行。战争前，冲绳里有70%居民从事第一级产业的农业，但战后农田和基础建设都被破坏，冲绳原本的经济都受严重打击，不少农田被美军接管，部分农民成为俘虏受困收容所，这令当时从事农业人口大幅减少至5%。另一方面，美军为了实施针对邻近地区的策略，开始把冲绳本岛重建成一个大型军事区。美军为了建设军事设施，初期改建旧日本军的空军用地，又强制接管农田等土地。到了1951年，日本和各国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起生效，暂时统治日本的美军要撤出，但保持统治冲绳。从这时开始，美军要在冲绳接管土地，便要有法律根据。1952年颁布的布令第91号规定，与军用地地主签署新租约，有效期限20年，但租金很低。因为条件较差，所以很少地主签署。之后，美军想要进一步征地，因此针对之前没有签署的地主，于1953年4月公布了布令第109号的土地收用令。
居民为保护家园而做出抵抗，美军派武装军人镇压，并且以推土机来推倒房屋，强行从居民手上得到土地。日本人会以刀枪与推土机来形容这件事。看看这幅图片，圆点代表空军基地，蓝色的是旧日本军新建的，红色的是美军新建的，而红蓝双色的是美军改建或扩充了旧日本军机场。冲绳先后遭旧日本军和美军新建基地，成为大型军事要塞，一直到了现在。冲绳其中一个特色是充满美国气息，不少游客都会到离那霸机场大约18公里、30分钟车程的美滨美国村。除了购物和找寻美食之外，也值得打卡拍照留念。这个充满美国色彩的旅游区，其实是由昔日美军设施瑞庆懒营区的一部分改建而成的。今天美国色彩的源头就是过去的美军营地。美国村刚好位于两大美军基地之间，北面有规模最大的加手纳空军基地，南面有问题多多的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提到普天间基地，记忆犹新的是美军大型直升机坠落到冲绳国际大学1号馆的事件。看看地图，找一找大学的位置，便会发现大学校园非常接近基地，只有一条马路相隔，跨越铁丝网围墙便是基地。事件发生在2004年8月13日，一架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军大型运输用直升机 CH-53 在训练中失去控制，坠落到冲绳国际大学，并且发生大火。这张照片就是事故后受破坏的1号馆，外墙都被熏黑，情况严重。乘坐直升机的3个军人受伤，1号馆内20多个工作人员逃过一劫，所幸当时刚好是暑假期间，学生都不用上课，事故中没有牺牲者。自从冲绳交还给日本之后，与基地有关的事故几乎每年都在上演。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居民，除了每天受到事故发生的威胁之外，也要忍受噪音干扰。这些事情都是在旅游区找不到的，游客不易接触到美军基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缤纷热闹的美国村与临近美军基地的住宅区构成了强烈对比。再次看看本岛基地的地图，可以找到普天间基地是红点，也就是由美军新建的。这个基地于美军登陆后的1945年6月开始兴建，准备向日本本土做出大规模登陆行动。兴建前，这里是一大片甘蔗田，并有不少居民。在登陆前的1943年，美军已经分了10个阶段研究过这里的地形，并且编制了基地的建设计划。战后基地由陆军管理，1957年交到了空军，到了60年再转移给海军陆战队。详情与岐阜县各务员飞行场有关。现在是航空自卫队岐阜基地，距离名古屋大约150公里。各务员这个地名有3个不同的日文读音，所以吸引了一些地理和历史爱好者来旅游。于1950年代，各务员飞行场是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当时因为队员操性有问题，甚至有开枪和性侵等犯罪，引发居民进行反基地运动。另一方面，同是海军陆战队基地的山梨县富士营区，现在成为陆上自卫队的北富士演习场。战后因被美军强行征地而失去作维生之用的农田，居民坐在演习场妨碍射击训练而抗议。因为以上两地居民抗议，所以海军陆战队只能撤离，接着找到普天间基地作为新的驻扎之地。基地转手并非为了军事策略上的考虑，而是把造成问题的海军陆战队撤出本州。然而，普天间基地潜藏着发生问题的风险是可预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冲绳居民一直抱怨，认为日本政府把问题都推到冲绳身上。2003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唐纳伦斯斐为了重组美军而到日本各个基地视察，当中包括横田、横须贺、后木、加手纳还有普天间。而他视察后表示，普天间基地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基地，
在这里不发生事故就太奇怪了。不过美军并没有实际行动进行搬迁。本集讲解了为何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下集会介绍美军不但没有撤出冲绳，而且还正在新建新的基地。